在6月20号，外交部领事司发布消息，外交部和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提醒中国公民尽早离境，并列出了阿富汗报警电话和外交部驻阿大使馆求助电话。还有一个细节是，本提醒有效期至2021年12月31号，说明今年内阿富汗安全形势将会一直处于严峻复杂处境。其实在5月底，中国驻阿富汗使馆也曾发过类似警告，提醒中国公民如非必要请尽快离开。而这次外交部措辞改成了更强烈的尽早离境、撤、赶紧撤，这样的措辞非常罕见，可见阿富汗局势恶化的程度。近期塔利班在阿富汗全境发起了攻势，并以摧枯拉朽的势头夺取了大量地盘。目前塔利班已经宣布夺取了阿富汗地区40多个区和多个政府军据点，并占据了多个省会。半岛电视台形容，目前阿富汗的形势和塔利班全面夺权前的90年代一样，他们几乎存在于每个省份，并包围了几个省份主要城市。而阿富汗政府军节节败退，全国各地大量政府军士兵投降。在塔利班发放路费后，这些人要么投诚，要么回家。事实上，阿富汗局势突然全面恶化和美国撤军有直接联系，而根源在于美国20年来的侵略肆意干涉内政。在美国离开阿富汗后，留下了一大堆烂摊子，祸及色邻。美国像拿着苏联的剧本，1988年5月，苏联宣布撤出阿富汗；1991年12月，苏联解体；2021年5月，美帝宣布撤出阿富汗。不久前，俄罗斯总统普京曾表示，美国正在走苏联的老路，留给美国的时间不多了。值得一提的是，在5月美军正式从阿富汗撤退的时候，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曾表示，美国仍持续在外交和人权方面推动阿富汗发展，其他国家也应做出贡献，无论是巴基斯坦、俄罗斯、中国，只要是与这一地区稳定存在利害关系的国家，都应该做出努力。简言之，就是要我们收拾烂摊子，简直厚颜无耻。外界也观察到一个有趣现象，美国军事占领的国家，只要美军一撤离，其扶持起来的政权就会立刻土崩瓦解，这是美式民主在世界失败推行的又一大例证。事实早就证明，美国是世界上最大乱源，它在哪，混乱就在哪。据印媒今日印度22号的消息，印度空军已经完成了麾下第2支阵风战机中队的组建工作，代号101中队。作为印度空军中被寄予厚望的主力中队，该部队在组建以后，第一时间部署在了靠近中国的哈希马拉空军基地。这样的安排背后的目的早已不言而喻。需要注意的是，除开印度空军新的战斗编队组建工作以外，印度军方高层还准备了另外一个对华主要手段，即利用局部的战机数量优势，对华采用机海战术。印度空军方面正在准备将主力机群近300架战机向北集结，准备部署边境。按照今日印度的报道，随着印度在前线不断部署空军部队，中国解放军也适时地往新疆和西藏的多个机场部署军机。然而，印度军方却认为这将是印度空军的一个机会。印度空中武力研究中心的主任丘普拉对此解释为，因为当前中国的主要战略方向在东部的台海地区，这一地区不光需要面对美国，还需要面对日本和澳大利亚的骚扰。因此，中国不可能全力将战机部队部署在西部防线上，而恰恰是中国的战略中心在东面，这样印度空军可以将主力机群全力向北集结，在局部环境下制造一个印度占据优势兵力的状况。实际上，从这种论调出现在印度军方内部就可以看出，不论是对于1958年的对印自卫反击战，对于2017年的洞朗对峙，还是对于2020年的拉达克冲突，印度基于我国西南边境的野心从未停歇过。从近期印度国内疫情泛滥，却对中国的援助冷嘲热讽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典型的畏威而不畏德的种族。如果未来印度真的想对华施展机海战术，那么我们这次就绝不能再手下留情。必须要指出的是，当前印度国内的疫情形势已经彻底崩盘，部分地区政府机制已经瘫痪，大量资本外逃。为了转移国内矛盾，莫迪能做的其实已经不多。可以说，对华战争已经成为了莫迪最后救命稻草，哪怕会对印度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但为了自己的政治分数，莫迪对这种找死的行为恐怕也不会太在乎。很有意思的是，对于印度幻想的机海战术，作为背后黑手的美国人对此也不太看好。美国防务媒体引擎就看文讽刺，中国早就料到了印度的想法，在近期围绕西部之前的几个军事基地在进行扩建工作，而考虑到中国与印度的施工效率问题，可能印度机场还没修建完成，中国的战机机群就已经集结完毕。
在21号，我军东部战区在社交媒体上的官方账号对外透露，在近期举行了一场反坦克导弹实战训练，而在整个训练中，红箭73改被罕见曝光。作为我国第一代反坦克导弹，红箭73的改版一经亮相，便很快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红箭73官方标准编号为 AFT07， 作为仿照苏联 AT3 反坦克导弹的一款产品，于1979年完成研制工作，也是中国第一款反坦克导弹。因为能够支持单兵携带并使用，因此在当时进行了大批量的制造生产，后续更是研发出了多种改进型号的导弹，有增加穿甲威力的，也有追求精度的半自动控制指导方式。有消息称，这一次被曝光的红箭73改很有可能是红箭 73D， 是我军近些年改良完成的一个型号，导弹上没有进行梯度修改，主要升级的是红箭 73D 的瞄准结构，在体积上进行了缩小修改。早期的瞄准装备体积很大，这对于战争中的战士来说很容易暴露自身位置，因此着手在瞄准装置上进行修改，可以有效提高我军将士在使用时的生存机会。而且体积的缩小也提高了便携性，相对于沉重的红箭8来说，红箭 73D 更加受到青睐。实际上，别看红箭73是个老将，但装备的反坦克导弹早已是我国兼容的第2代反坦克导弹，能够有效打击次一代的坦克和轻型装甲。而且到如今，红箭 73D 也早已不是主流的反坦克装备，更多的是用于进攻拥有坚固防御工事的火力阵地，又便宜又便携。有分析认为，解放军有意放出实弹训练中的红箭73改装备，其实已经透露出极为重要的信号。首先是军种老将的亮相，这意味着中国已经开始对自己庞大的装备库存进行整理，而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个极为明显的战争信号。其次，解放军将压箱底的装备都拉了出来进行训练，这其实也暗藏一个含义：中国将不惜一切代价完成复兴，统一大业。最后，东部战区主动曝光老将的实弹训练，也是表达自己对当前台海问题的一种态度，这是一个未来如何解决台海问题的重要信号。有人认为，现如今的中美关系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战争风险也在随着美军日益频繁的挑衅举动而不断加大。因此，在这样的时刻，美军任何的一个大动作都极有可能为紧张局势再添一把火。据报道介绍称，日前美国最新的福特号航母开始了一项最为严格的测试，也即全舰冲击试验。而距离美军上一次开展类似测试已经过去了30年。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这次测试对于美军而言非同小可。那么，到底这项测试是在干什么呢？据详细报道称，所谓的全舰冲击试验，主要是检测航母等大型舰艇在战时遭受大规模武器攻击后的运行能力。在这次测试中，美军在福特号航母附近引爆了大量炸弹，对航母所造成的冲击波相当于3.9级地震。显然，美军为进行这项测试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因此不少分析人士认为，美军如此大费周章，似乎是在昭告世界，一场可能的中美大战或许已经成为一个新的现实，美军也正为这样的一场冲突做准备。尽管有观点认为中美一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理性的人都认为中美一战对于任何一方面甚至是世界都将是一场灾难，但是现在美军的种种挑衅行为似乎已经超出了外界的想象，因此这也让人不免担心失去理智近乎疯狂的美军接下来会做出什么举动，似乎瞄准中国内陆发动一场战争也并不意外。而在福特号蠢蠢欲动如此明显的敌意下，我军又是如何应对的呢？近日，外国分析师发现了解放军在沿海的一个动作，其表示解放军正在不断的更新岸舰导弹装备。有人猜测称，在阅兵式中已经展示过的鹰击62反舰导弹可能将被部署到沿海，但是相对来说，这种固定的海防阵地在不少西方人看来已经过时。但是中国为何还要采用这样的海防手段呢？一方面，对于拥有漫长海岸线的中国而言，岸舰导弹是海防的一个重要装备，而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导弹以及雷达性能的自信。分析人士指出，解放军使用了一种相对低廉的维护成本来保持一支强大的海防力量。从侧面来说，解放军在面对美军航母的大动作时的淡定表现，也说明了解放军对自己实力的日渐自信。依靠在近海构建起来的强大防御网，我军有能力让美军航母有来无回。无论他们做多少次全舰冲击试验，只要他们敢越雷池一步，就会立马遭到毁灭性打击。